大家好啊，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《钢铁雄心4》啊。在上一集结束之后，我发起了一个投票，调查一下大家接下来想看哪个国家。可以发现得票数最高的是勃艮第国，那么我们就来玩勃艮第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，北法兰西的大部分土地都纳入了德意志的直接控制之下。当时的生计充满压迫，但也逐渐恢复到了和战前类似的情况。不过好景不长，海因里希·希姆莱政变失败后，希特勒赋予了他这片地区的统治权，希望他从此以后远离德国的政治事务。然而，本应只是一个闲职的头衔，却成了他大展拳脚的试验田，在他的手中逐渐成型，任凭他的意志去塑造。日新月异，他的计划也变得越来越大胆，并且具有毁灭性。这个影子国度在不久的将来会把德国、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人都拉入深渊。在开始之前，先来看一下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海因里希·希姆莱。几十年来，他一直是一位忠诚的纳粹党员。多年以前，他也参与了1923年那次失败的慕尼黑啤酒馆暴动。正如同之后的几个月里，德国的失败让他希望破灭，满怀怨恨，也让他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更加投入。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春风已经吹过，伟大的计划正在榨干德国工业，他的信心动摇了，经济已经崩溃，德国政府却无力将其拯救，再也没有人能在背后捅德国一刀了，除了纳粹党自己。他知道纳粹党已经堕落了，而他希姆莱有责任，不是天命所归，要把德国从内部拯救。他的军队准备好推翻希特勒，让德国走上正确的道路。然而密谋还未开始便被熄灭了，他的计划泄露了，许多部队遭到了逮捕。然而希特勒清楚，如果他杀了希姆莱，那么必定会有一场内战爆发，因此给他找了一块封地，让他远离德国政坛。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国家，把德国国内的部队交到了他自己忠诚的部下莱因哈德·海德里希手中，而后前往勃艮第。在那里，他的信心越发坚定，而且他从未忘记自己遭受的不公。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国家精神。第一个是暗影之国，在这个国家内，要么控制一切，要么一无所有，一切媒体都由国家控制，从这里传出来的所有消息都受到了严格的审查与监视，从来没有什么外国游客，只有少数经过特许的德国高层才有资格来到这里，而他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我们想让他们知道的。我们就是欧罗巴心脏地带的暗影之国。第二个是扫除腐朽，社会有两大公敌，一是腐朽，二是堕落。如果我们对其置之不理，德国的灾难就会重现。但德意志祖国或许已经无药可救了，但新的国家会把他们剔除干净。第三个是三重国度。勃艮第虽然团结在了一起，但国内并不只有一个种族。在内政和政治方面，法国和比利时人起到了重要作用；而在军事方面，德国军队和其他民族组成的部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。他们或许会心怀怨恨，但我们从不需要他们的爱戴，只需要他们的恐惧。最后一个是暗影经济。在外人看来，这个国家似乎是一个谜，一个无法持续下去的实验。他们声称我们即将灭亡。与其他的那些堕落的国家不同，我们明白低等的种族只适合服务雅利安人，在我们明智的指导下，他们将更努力的工作。如果他们做得不好，我们就会找人来代替他们。那么我们也是简单的看了一下国内的政治情况。现在呢，我们只要点击一下按钮，就可以来处理国内的一些事务。可以发现，有地区显示出了对我们领袖不忠的迹象。说白了，就是只要这个地图不是黑色的，也就代表他不忠于我们。我们就需要确保警察能够控制住工人。短期内这些地区支持其他派系或许没什么，但是如果长此下去，一旦出了什么事情，而这些地区又不忠诚于我们，那我们可就要遭殃了。可以发现，随着我们增派警察，该地区将会对希姆莱忠心耿耿。这样的话，暂时就把这些地区都控制住了。正所谓天无二日，我们心中只有海因里希·希姆莱一个太阳。由于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的反叛本性，我们的全国领袖耗费大量时间来安抚他们，这样就腾不出手巩固他在德国的影响力了。这是希特勒的想法，元首本人居然会低估雅利安种族的智慧。当我们重新回到德国视野里的那一刻，德国将迎来一次天崩地裂。我们的全国领袖被他的政治对手斥责为丧心病狂，但实际上他才是德意志最后一个保有理性的人。幸好我们的全国领袖并没有袖手旁观，欧洲的秩序恢复到正常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。希特勒建立这个国家时犯下的第一个错误，便是允许我们招募部队。他们为了一己私欲建造的腐朽的世外桃源也不会再面临威胁了。
然而，对于刚刚起步的我国来说，事实证明这还不错。他们再度踏上战场的那一刻，或许很快就要来了。雅利安种族陷入了危机，已经摇摇欲坠。德国，雅利安人的先祖和精神家园，如今充斥着腐败和堕落。然而，我国不仅不向堕落屈服，他们还懂得工作的价值、意识形态的重要性，尤其是种族的重任。在那些软弱的自由民主制国家中，推翻政府被视为最后的武器。那些有过捍卫自己所谓的权利、免受暴政之害的人，只会坚持说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得等政府违反了多少法律，取缔了多少政党，逮捕了多少人，他们才会采取行动。这不过是他们在掩饰自己的软弱罢了。他不怕摧毁这座腐朽的旧建筑，更不怕以他的蓝图建造一座新建筑。他不会让背叛和流放打击他的意志，他会大步挺进，推开一切阻挡者，永远拨乱反正。来自德国的消息零零散散，据说有一位日本特工刺杀了我们亲爱的元首阿道夫·希特勒，刺客失败了，希特勒还活着。本来这时候就应该欢庆胜利的，他把所有能想到的人都骂了一遍。咆哮结束后，他精疲力竭地倒在椅子上。多年来，他第一次感觉到了绝望，而且彻底的迷茫。知道真相的人会明白，这是日本派来的刺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们自己派出了刺客。眼看杀不掉元首，才谎称这是日本人。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再次发生，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，保护好我们元首的安全。出大问题了，希特勒不仅还在呼吸，还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。很快有人就会成为他的接班人。虽然重新计划可能比预期的时间要长，但这次的计划应该是板上钉钉的，不能留下任何漏洞。又到了举办会议的时候了。在我们国家建立之初，全国领袖就下令开发过一个核聚变项目。虽然这个项目被废弃了，但我们现在还可以重启它。目前，我国原则上来说仍然是德国的一部分，因此其他国家无法插手我国事务。然而，随着德国的衰落，我们国家的安全越来越受到威胁，因此是时候建立我们自己的威慑力量了，让德国的那些堕落的人、美国的那些犹太人和日本的那些武士们明白，我们国家的事务绝不是他们可以插手的。我们进行了一些改革，至于这些改革的详细内容，大家就不必知道了，没什么意思啊。大家只需要知道，我们全国领袖才是我们的唯一希望。在他的规划中，那新世界的美好愿景里，腐败被一扫而空，劣等民族也被清洗干净，雅利安人可以在新世界里自由的定居，在民族社会主义的框架下构建新社会，而这个世界必须要经过由热核战争之火来淬炼。那么到了1963年1月24日，我们终于从之前失败的刺杀中走了出来。勃艮第之后的故事，我们就下一集再说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不妨点个赞啊，再订个阅啊，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。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再见。